喂，靚仔，至少有6%的中国人用这样的方言讲话。另外94%的中国人则表示，即便写出来是汉字没错，但大多数中国人仍表示。这是一群说粤语的人，生活在岭南地区，并以明清时期的广州府为核心，而被称为广府人，也常被亲切地叫做老广。你好，先生。虽然让人听不懂、看不懂，但他们却用美食征服了全国人民的味蕾，用商业头脑占领了全国的市场，用开放的理念引领了全国的文化。他们来自何方，又如何影响中国？如果可以任意穿越时空，那么你会看到这样神奇的画面。咁多位飲茶先。这个在茶楼中慷慨陈词的人，你并不陌生，他就是梁启超。則國強，少年自由則國自由。往外看，一位女士眼波流转，竟是一代越剧宗师红线女。隔壁包间内，一个青年男子刚签下一笔大单，后来他成为商界传奇霍英东。泰式舌根、虾子扣柚皮、泰式素烧鹅，广州食神江孔英正一展绝技。但也正是这个文质彬彬的美食家，在清政府镇压革命运动之时力担风险，协助安葬广州黄花岗起义72烈士。真係估佢唔到。記住啊！小小茶楼走出如此多的英雄豪杰，茶楼之外更是卧虎藏龙。狮子凌空腾跃，狮袍之下竟有武林高手黄飞鸿，可能还有叶问和李小龙。而这群武者亦能保家卫国，前有海军将领邓世昌怒撞敌舰，后有19路军血战淞沪。江上这一排排肌肉男，可能是包租公，也可能是楼塞，他们都将成为全村的希望，迎来一场荣耀之战。爬龙舟，岸边青年画家关山月正默默描摹山水，未曾想多年后他将参与绘就巨作《江山如此多娇》，挂在人民大会堂。走进大街小巷，你还能看到少年版的苏炳添、范振东、刘德华、陈奕迅、张曼玉、梁文风，他们都将成为行业翘楚。这群人为何人才辈出？为何个个都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，同时又闯出万里风云？答案或许就在他们的来路。一人端坐中央，左右2人剑拔弩张，周围将士摩拳擦掌，好一出刘备过江招亲。拉远看，这居然只是屋脊一角，这就是广州陈家祠，1109位生旦净末丑安放其上，历史典故、谐音梗飞檐走壁。究竟是怎样的经历，让人们对一座祠堂倾注如此心血？那是上千年的辗转迁徙。为了躲避战火，自秦朝起就不断有中原百姓渡长江、翻五岭，寻找净土，重建家园。唐代宰相张九龄开凿出更平坦的梅关古道后，更多移民涌入韶关，聚居出一条珠玑巷。而当战火又起，移民越来越多，人们不得不再度向南，直到珠江三角洲、西江和墨阳江流域。一次次迁徙的艰辛，让他们深知唯有聚族而居，才能在陌生的土地上生存。于是，他们用最盛大的热情怀乡念祖，更举办起世界广府人恳亲大会，跨越时空，致敬祖辈。而今年的举办地正是中国3大寻根地之一的韶关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执着地保留乡音，最终古汉语和岭南本土百越语层层叠加，并揉进多种外来语素，沉淀成粤语。好嘅，太
不信你听粤语版的《将进酒》，是不是更有一番风味？換美酒，與你共銷萬古愁。嚟！持续1000年的闯荡，让拼搏成为他们的英雄本色，而新的土地也正重塑他们的人生态度。岭南山岭茂密，虫兽凶猛，为了生存，人们以茯苓、滑石等中药煮水，预防瘴疟。后来历代传承，改进成了日常饮品凉茶。湿热多雨的环境冲淡了中原礼教的约束，让拖鞋配 T 恤的休闲穿搭更受青睐。你以为它只是一只拖鞋吗？并不咁簡單啊！它是舒適，是自由，是靈魂，是全地形跑鞋。必要時也是最趁手的武器。蟑螂克星，1000年磨砺讓他們識貪亦識闖。而珠江滔滔奔流入海，他们也注定将激起世界的浪潮。明清时期，海外社会急速发展，广州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口岸，成为广府人扬帆出发的起点。这次，他们的目标是纵横四海。于是，他们在哪儿落脚，就在哪儿干出一番惊天动地。在新加坡，胡宣泽从商贩做到中俄日3国领事；在法国，郑玉秀冲破桎梏，成为首位在巴黎律师公会注册的中国女性实习律师；在夏威夷，陈芳从小工奋斗成一代唐王。而他们纵横的战场远不止政商学界。如今，粤剧《帝女花》伴着说唱席卷数10个国家的榜单，全球网友都会一句：大展宏图。纵横四海的他们，又把世界背回了家。他们带回全新的思想。在美国檀香山，一位年轻人第一次被西方先进文化所震撼，开始思考古老中国的命运，从此走上革命道路。他就是孙中山。他们带回先进的技术，造出中国第一架飞机，修出中国第一条自主设计的铁路。广府人实实在在地撑起了近代中国的半边天。直到现今，从实业到城市建设，再到文艺创作，中国的各个领域依然闪耀着他们的光热。或许在每个广府人记忆中的村头巷尾，都伫立着一棵古老的榕树，其生根垂落到哪儿，便在哪儿落地成林。广府人的根也早在1000年前就深深扎进了翻越南岭后的第一站韶关。翻开大多数广府人的家谱，依然能清晰地看到上面记载着祖居韶关朱吉巷。在这里，他们重建家园，又出发向新生活、新世界。而这座粤北古城也一直带着广府精神勇往直前。它仍是丰收的原业，16种地理标志农产品守护着大湾区的3餐烟火。转身又成为华南最大的算力底座，数据仅1.3毫秒就可以传至粤港澳大湾区。韶关的古道旁，新世纪的京广高铁和北江航道也正川流不息，而广府人也早已超越了一方人群的定义，伴随着古道陆路和江河大海，纵横在无数个远方。